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呢，依旧是小白测评2019年中盘点系列，我们的年终机型大推荐。在每年年底呢，我们都会做一期这样的视频。这个到岁末年关，大家都有这个换机的准备啊。这个过年回家了，拿一个新手机，而且呢，也有很多小伙伴这个刚刚入职场，想给自己的父母换一个手机，所以说到年底这个换机的需求呢，还是挺多的。这个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我们针对这个上半年已经发布的机型呢，做了一期推荐。这个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横跨2019全年，还有就是2020年发布的一部分这个手机啊，这个做一个全价位的机型推荐，从1000块钱开始到最顶级的旗舰全部都有。当然呢，在开始之前也特别说明一下啊，我们的 slogan 不客观真体验啊，这些机型呢都是在我们过去的1年之中对它的测评、小白测评数据库的这个数据统计，还有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些主观使用体验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如果在某一个价位段推荐的机型跟你想的并不一样，那么请记住，一定是你对。OK，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2019年中大盘点全价位机型推荐马上开始。好，等一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跟往年一样，100元级别的机器也有，但是配置实在是太低了。有人说给父母买就发个微信要啥高配置啊？但是我想说，给父母买再加个200-300上1000元级的配置就完全不一样了。老人很多东西都不会弄，配置差了容易卡顿、容易死机，老人自己在家呢也没辙。你保不齐他们点错了，装了很多第三方的无良软件，手机自然越来越卡，越来越慢。老人也不敢跟你说，自己用着也难受。所以说我们这次依旧是从1000元价位段开始推荐。在这个价位段，往年的机器都是中规中矩，今年不一样了。荣耀9叉把7纳米带到了1000元价位段，现在4+64G 的组合已经降到了1099。麒麟810日常使用性能足够，哪怕是玩个王者荣耀最高画质呢，也能平均59帧运行。声键全屏的设计也很前卫，但是有一些小缺点，只有后置主摄，最高10瓦的充电功率，在小白测评数据库0到100一共耗时1小时53分钟，数据库排名倒数第5。另外4G 运存还是有些紧张的，我们首推的是6+64的组合，现在网上的最低价格1289元。第二个就是红米 Note 7 Pro， 这个你是不是说上半年就已经推荐过了啊？没错，但是红米 Note 7 Pro 已经从刚发布的时候的1599降到了双11最低时的999元。骁龙675的性能比麒麟810要稍弱，但是有18瓦的快充和18个月的超长质保，而且内存还是6+128G， 性价比比较高，而且这个系列一直销量都不错。第三个就是国内新型品牌 Realme Q， 别看是新品牌，但是背靠 OPPO 大树好乘凉。这个骁龙712处理器20瓦的闪充，0到100用时72分钟就可以充满，比部分旗舰机都要快，而且主摄加超广角的组合，凑数镜头都不算啊，4+64 998，6+64 1098，这性价比什么都不用说了。1500元价位段，别看只比1000元机多了200-300-300-400，但是配置是全面升级。我们首推的是红米 Note 8 Pro， 联发科 G90T， 很多人一听联发科是不是就劝退了？但是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王者荣耀能以平均59帧运行，和平精英破解最高画质也有51帧，20款应用2轮打开时间104秒，已经非常逼近100秒的大关了。性能方面并没有拖什么后腿，其他方面4500毫安时的电池，6400万的主摄加800万超广角，而且还有 NFC 红外一应俱全。6+64G 降到了1199元，你没有听错啊，6+128G 也降到了1399，我们首推1399的版本。第二个依旧是来自 Realme 的 X2，Realme 别的不多，性价比倒是挺高的。骁龙730G 是这个价位段中最强的高通处理器了，王者荣耀平均59帧，和平精英破解最高画质平均58帧，30瓦的沃克闪充，小白测评数据库中半小时即可充入65%，充满只需要70分钟。同样是6400万的主摄加800万的超广角，有 NFC， 6+64G 1299元，这里我们首推的是1499元的6+128版本。如果你怎么都觉得 Realme 是小品牌，那么你可以选择隔壁 OPPO 大厂配置几乎一模一样的套娃机 K5， 不过这里就要贵100块钱了。小米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最新发布的红米 K304G 版本，双挖孔屏的设计，12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骁龙730G 27瓦快充，4500毫安时的电池，充电速度更快，63分钟就充到了100%。上头组合也是6400万的主摄加800万的超广角，同样支持 NFC。现在基本这个价位段新机都支持 NFC 了。这款手机主要卖的是120赫兹的高刷新率屏幕，6+64G 1599，在这里我们同样推荐的是6+128G 1699的版本。接下来是2000元档位段，其实1000到2000元价位段，你加一点钱就是完全不同的配置。很多人本来就想买个1000元机，但是加一点，最后就给加成了旗舰机了。2000元你能买到什么手机呢？
你能买到双模5G 手机。红米 K30 5G 版，骁龙76 5G 处理器，集成5G 基带 ，SNIC 双模组网。此外30瓦快充，4500毫安时的电池，120赫兹高刷新率屏幕，6400万主摄加800万超广角，这些都是标配。6+64G 1999元，成功的把双模5G 拉到了2000元档位段。不过按照惯例，全网已经售罄了，大家可以等待下一次抢购。这个价位段我们推荐的第二部就是在前面缺席的魅族。魅族今年不太顺利，1000元价位段都没有什么特别有竞争力的手机，但是在2000元价位段，魅族 16T 就非常有竞争力了。骁龙85 UFS 3.0，4500毫安时的电池，1200万主摄加800万超广角，双扬声器配合6.5寸的大屏，玩游戏看视频都挺合适的。6+128G 只需要1999元，有活动的时候还可以再减200元。但是缺点就是充电太慢了，0到100%需要113分钟，都快2个小时了。然后推荐2款大家都没有想到的老机型，首先是荣耀过气旗舰 Magic 2 8+128G 的版本，从最开始刚刚发布的4299元一降再降，5轮之后现在已经最低到了1789元的价格。麒麟980滑盖全面屏，40瓦快充，1600万的主摄加1600万超广角加2400万黑白镜头，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说到玩游戏，就到了 vivo 的 iQOO， 同样也降价了。骁龙85处理器，机身特别游戏坚电，44瓦超级快充，液冷散热，相比于其他游戏手机，在拍照上也比较有优势。虽然主摄是 IMX363，但是 vivo 的调教功底在那摆着，而且还有16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日常使用也兼顾拍照。现在6+128G 也是1789元。但是我们更推荐44瓦快充的8+128G 版本，价格已经从刚发布的时候的3298降到了现在的2298，有活动的时候2098就可以入手。本来以为2000价位段到此结束啊，这个毕竟破例已经推荐了4款手机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刚刚发布3个月不到的 realme X2 Pro 6+64G 的版本，官网竟然只降500，现在是2199元，90赫兹 AMOLED 屏幕，50瓦超级快充，6400万主摄加超广角加长焦的组合，本属于3000价位段的机器有失公允的到了2000价位段，但是64G版本是 UFS 2.1的闪存，并不是3.0的，大家需要留意。如果你看到的时候恢复原价了，也不用担心，前面既然开了头，后面肯定还会再降的啊，都是套路。连续3个价位段都有 realme 的手机了，我追问了一下我们的小编到底有没有收钱啊，他说没收，那哪行 ，realme 看到了赶紧打点钱过来。2500元价位段基本上就是国产旗舰的入门价格了。首先推荐的是 Redmi K20 Pro， 这是红米目前的最强旗舰机型，升降式全面屏，配置也是目前最高的。骁龙85 Plus 27瓦快充，同样是主场馆3摄组合，8+512G 只要2499。另外关于本期视频中推荐机型的所有实测数据，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点击查看数据库小程序，性能、帧率、充电、续航、屏幕跑分等等等等等，18项实测数据持续更新之中，可以快速的寻找到你心仪的手机，随时随地就可以查询数据了。如果你对手机的外观颜值要求很高啊，那么有一款手机可能会比较喜欢，那就是时隔1年零2个月发布的坚果最新旗舰 Pro 3，后置4摄的设计非常和谐，看新机曝光可能要引领2020年旗舰机的后摄设计风格了。配置也都是目前旗舰机的主流，并且系统上还有独特的锤子3件套 3.0， 也是发布仅2个多月就降价了500，现在8+128G 2399元，但是最高18瓦的快充和调教一般的相机是一些遗憾。第3台我们推荐的是魅族 16S Pro， 小巧的机身，不妥协的对称式全面屏是魅族传承下来的设计和坚持。骁龙85 Plus UFS 3.0主场馆3摄的组合，硬件方面也是第一梯队的。目前6+128G 只需要2489，和魅族 16T 一样，遗憾的是充电速度有些慢。还有一台我们差点忘记了，那就是刚刚发布的 realme X50。怎么又是 realme 啊？打钱过来了吗？我们也不想啊，但是性价比确实不错。骁龙76 5G 的处理器（括弧支持 N79 的频段），前后双广角，增强版的30瓦快充，55分钟就可以从0充到100%，120赫兹的屏幕，8+128G 只要2499。按照 realme 的套路，降价还是挺快的。到了3000价位段，基本上都是最新的有2把刷子的国产旗舰了。首先推荐的就是目前你能买到的量产机中充电最快的 OPPO Reno S 65瓦氮化钾充电器，0到100%只需要28分钟，地表最强，无人能出其右。9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摄像头处理器方面也没有什么明显短板。目前8+128G 2899起。然后是 iQOO Pro 5G 版本，配置基本上和上面相同，但是支持5G 网络，8+128G 2998。缺点是没有长焦镜头，只有主摄和广角镜头。3000价位段，华为荣耀这边就是荣耀 V30了，其他配置都大差不差，但是处理器是你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麒麟990。麒麟990在我们之前年度旗舰性能大横评中表现优异，和平精英连续4局都是满帧运行。
型，目前6加128G 的版本是3299元，4000元及以上档位段。其实到了这儿就不谈什么性价比了啊，主要看哪家厂商的产品有特色。到了这个价位段，也说明大家的预算是比较充足了。那我们就放开来推荐。首先是 Mate 30 Pro 5G 版本，在小白测评今年性能大行情中以综合第一最多的成绩夺得桂冠，在游戏性能、电池续航、发热控制上都比较优秀。拍照上双4000万像素的大底相机，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夜景表现都可圈可点，但是缺点也是有的，大刘海的设计、相机软件使用体验和录像素质一般，超曲面屏两侧有绿边。不过这些地方都不影响 Mate 30 Pro 5G 是国产综合性能最强的旗舰。如果你对高刷新率屏幕有执念，那么1加 7T Pro 在这个价位段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就是三星 Note 10 Plus， 这是我个人今年最喜欢的安卓机，极高的屏占比，浑厚的双立体声扬声器，独特的 S 分比，顶级的 AMOLED 屏幕，综合素质优异的3摄。但是同样也有小缺点，比如处理器的性能调教不够激进，玩游戏的时候会有掉帧情况。充电最高支持45瓦，结果却只附送25瓦的充电器。但是综合来看 ，Note 10 Plus 这款机型找不到什么明显短板，当然除了价格。第4个我就不想多说了，想买的估计早就已经买过了，那就是基本上目前最贵的 iPhone 11 Pro Max， 拥有地表最强 A13 处理器、最强的相机算法，和 Note 10 Plus 一样顶级的屏幕、顶级的双扬声器、流畅细腻顺滑的 iOS 系统。但是再贵肯定也有小缺点啊，200多克的重量、刘海屏 ，iOS 13连续玩游戏的时候依旧有降亮度的情况和很慢的充电速度以及信号较差。不过对于有钱人来说，这些都是小事儿，可以到小白优品买一部 iPhone 备用，95新的 iPhone 11 40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过年了，你甚至还可以在小白优品买个名牌包送给妈，买个名牌表送给爸，通通都有啊，通通打折，最便宜169起。赶紧进入小白优品 APP 订购，哇，恰饭完毕，特别爽。OK， 还有一个特别推荐环节啊，这几款特别机型呢要满足一些特别人的口味啊。如果你对手机的广角、长焦、主摄素质要求都非常高，并且非常在意拍摄出来照片的清晰度和质量，不太在乎拍照过程中的软件体验，那么可以选择全球首发1亿像素的小米 CC9 Pro， 主摄解析力全面领先前面推荐的所有机型。如果你对长焦镜头有着特别的执念和癖好啊，不对，是爱好啊。P30 Pro、Reno 10倍变焦版、X30 Pro 必不可少，5倍潜望式长焦镜头指哪打哪。如果你是一个手游发烧友，想要非同一般的体验，那么 LG2非你莫属，120赫兹的超高刷新率屏幕，配合85 Plus 的处理器 ，Q 飞车120帧满帧运行，恭喜你的游戏帧率高于 99.999% 的玩家。最后我们再给高端玩家推荐一款乘电梯、搭公交、坐地铁的必备手机——三星 Galaxy Fold 折叠屏手机。平时是小手机，展开是大手机，保证回头率100%，连大妈都会跟你搭讪。小伙，你这手机哪儿买的？什么？你说还有 Mate X？ 这台机器估计你是买不到的。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2019年中机型推荐完毕。在各个价位段的这个机型呢，都是根据我们过去1年中的测评和体验得出来的，肯定还有一些主观因素在里边，所以说可能跟你想的有些一样，有些是不一样的。视频制作完毕的时候，我们也专门做了这张统计表格，这个非常全面，各个价位段我们认为比较推荐的机型呢，全部都写在里边了。在统计这张表格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心惊肉跳的啊。这个有一些旗舰呢连续降价5、6次，还有一些旗舰这个刚发布1、2个月就直降好几百块钱，直接从3000元价位段跳水到了2000元价位段，可见2020年的竞争依旧是非常激烈的。我们也非常期待在5G 时代，这个5G 手机看看最低能下探到多少钱。希望在年底选中你自己心仪的手机。这个表格非常长啊，在视频里边不得看，你可以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019机型推荐，把这个表格保存一下，在年底选机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呢，也特别安利一下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进入，这个针对哪个机型，或者说想自己平时比如说打游戏多或者刷微博多，去专门查看一些相关的数据，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进入就行了。而且我们的商城3天物流退货，180天保修，这个新年是不打烊的，直接扫码公众号就行了。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B 站，还有新浪微博，都搜索小白测评，与我们留言互动即可。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新年快乐！2020年的机型推荐还有365天。